为什么在之后的文明模拟中，人人都害怕这个叫做艾斯的？原来从他第一次出现的这期视频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能力。这期视频依旧是100名玩家参加，他们分别分布在丛林、北极以及沙漠。进入游戏后，丛林文明有着大量的木头，很快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村庄，里面找到了一些工具和大量的食物，这让丛林文明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沙漠可没那么好运了，他们出生在粘土山旁，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然而在山的另一边有一个淘金镇，他们拆掉建筑，获得了木质工具。一名玩家还发现了废弃的金矿，并冲了进去，但是下降时没注意，脚一滑摔下去死了，成为第一个被淘汰的玩家。为了生存下去，他们开始种小麦获得食物。北极和沙漠类似，虽然他们都获得了木材，但是这个冰冷的地方根本没有食物，所以玩家开始探索地图，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堡垒，里面有着食物和各种矿物，这也让他们成为了第一个拥有钻石的文明。为了获得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他们还在堡垒里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农场。就这样，第一天平静的过去了。来到第二天，发生了第一个事件——饥饿事件。每个玩家都会产生饥饿效果，加上游戏又是硬核模式，这非常有挑战性。沙漠玩家除了钓鱼之外，还有些人杀死僵尸作为食物来源。北极文明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农场，收获了大量的土豆。丛林文明因为环境优势，也不担心饥饿，他们需要担心的是丛林神出鬼没的怪物。玩家还聪明的用牛奶解除饥饿效果，但是后来这头牛却神秘的消失了。这是一个简单的消失事件，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呢？来到第3天，又发生了第2个事件——边界扩张。玩家现在可以在他们所在地区的任何地方探索。每个文明还获得了一个古老建筑的坐标，里面有强大的战利品。丛林文明的弑星者带领5名战士组成了小队，小心翼翼地穿过河流，终于在半夜时分来到了坐标点。等他们靠近，发现竟然还有其他人。是一群土著在外面守护着神庙，看来一场恶战是不可避免了。在众人还是商量该怎么办的时候，有2名神秘玩家爬到了神庙的底部，偷偷拿走了所有钻石和附魔书，同时留下了一些没用的物品在箱子里，避免怀疑。当弑星者带其他人赶到，发现箱子里都是垃圾，他们只能空手而归。沙漠文明的探险小队也到达了坐标点，他们迅速对土著发起了攻击。尽管怪物是火狮附魔的剑，但他们还是被成功清除。进入建筑后，发现了钻石和大量的 TNT， 这在之后入侵其他文明有大用。尽管沙漠开头不顺利，但不像丛林有神秘的破坏者，沙漠文明更加团结，也许会使他们走向一条伟大的道路。北极文明有10名玩家到达了坐标点，这里有一座冰神庙，里面有很多雪人，一位玩家忍不住冲了进去，这让雪人们蜂拥而至，他又踩到了陷阱，被雪人淘汰。想要拿到战利品，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掉雪人。他们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计划，一半人爬到了神庙顶部放水，其他玩家在侧面融化雪人。经过努力，雪人终于被清除，然后他们进入房间，找到了钻石和其他惊人的战利品。在之后的4天，北极和沙漠文明依然在不停的探索，但丛林文明只是在丛林里放松，这也难怪，谁叫人家被分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之后，服务器又发生了新的事件——城镇建设。玩家必须前往他们所在地区的灯塔，并在10天内建造一个城镇，然后会进行投票，会根据票数来决定他们的奖励。北极文明在堡垒附近不停地收集木材，而沙漠文明根本没有木材，只能朝新城镇前进。但有一个叫做无敌的玩家想法非常奇特，他独自一人用船，一路把之前牺牲队友的尸体朝目标位置运送。经过漫长的旅程，每个文明都迁到了他们的新位置，并开始建立城镇。就在建造城镇的同时，他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活动——选举国王。每个文明都会选出一个国王，国王将拥有双倍的生命值，以及内置了鞘翅的盔甲，还会被授予保护舞的王冠。这个环节往往是游戏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丛林文明里的弑星者目前得到的支持最高，他的人民早给他戴上了一顶自制的王冠。但是另一名叫做艾斯的玩家，从第1天开始就不断的挖矿，不断的收集资源，还在地下找到了一个刷怪龙，箱子里还收集到了稀有的附魔书。等他回到地面，盟友告诉他，那个叫做弑星者的人目前得到了很高的支持，他们需要在他没有当远程国王之前就干掉他。之后他们前往城镇旁边的小岛，偷偷建造了一个附魔台。他们知道要有精良的装备才能使革命成功的几率放大。这时来了一位路人，艾斯见状马上收起了附魔台。他们试图赶走这个人，然后继续附魔，但这个人一直介绍着他的豪华大餐。They might have some stuff over there on the island. So I go there and yeah, I talked to them about it. Yeah, okay. 这位玩家终于走了，但是片刻之后，他又带着弑星者来到了这里。Hey guys. I can already tell that you guys have done an amazing job. I can already tell. Do you guys wait? I've heard rumors that you guys have enough for enchantment tables. No, I found this in a dungeon. Okay.
Okay, gentlemen, thank you so much for what you guys have done in the mines. Oh man, this guy Huge waffling. difference. 打发走弑星者之后，他们决定先去城镇获得其他人的支持。但等到达城镇时，情况并不理想。城镇的玩家们不知为何发现他有一张附魔台，而穿着一身附魔钻石甲的艾斯绝对否认他有附魔台。但是最后在盟友的建议下，他决定拿出附魔台来赢得玩家们的支持。Yo guys, I've got a public servant announcement. I was trolling. Here you go. Yo, guys, enchantments. Yo guys, I'm not gonna lie. I'm gonna elect myself king. Sound good? No. 北极文明这边相处要比丛林好得多，甚至还建造了一个雕像。沙漠文明这边一位妹子高兴过了头，于是被后面出现的僵尸。那位想法奇特的玩家带着队友的尸体划了整整30分钟的船，也终于到达了新城镇。丛林文明还在纠结谁该成为国王的问题。随着选举的日子来临，艾斯和弑星者都在为自己拉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艾斯说道：“他们会选你，只是因为你在这里一直胡扯了40分钟。但我不一样，我给了大家一个完整的附魔台和一个附魔钻石套战士，所以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资格和我竞选。”弑星者只是默默说道：“我们应该让人民决定，应该顺从民意。”现在3个文明都完成了建设，工作人员开始投票，以此来决定各个文明能得到的奖励。沙漠文明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繁华且资源丰富的城镇，还建造了一个象征沙漠文明的金字塔。在金字塔里面的一个房间，被玩家花了30分钟运到这里的僵尸队友连船一起放在了这里，做成了一个装饰品。关键是他能把死去的队友复活，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真是木乃伊重生系列啊！在北极文明这边，他们绝对是最充满活力的文明。这里的玩家在打雪仗，还建造了一个溜冰场来娱乐。他们甚至还建造了一棵圣诞树和教堂。最后来看丛林文明，尽管他们的内部非常紧张，但还是建造了一座非常够的城镇，包括一座拥有绿宝石眼睛的骷髅头来纪念那些牺牲的队友，一个大农场，还建造了一个码头，水里还停了2艘航空母舰，还有一个巨大的猴子雕像。不得不说，这个雕像还挺好看的。就这样，工作人员投票结束了。毫无疑问，资源丰富的丛林获得了第1名，沙漠第2名，北极的娱乐大师们获得了最后1名。第1名的丛林文明获得了最好的奖励，有1组钻石矿、半组金苹果和大量的食物、铁锭、青金石。最重要的是4块下界合金锭，奖品由先进的黑科技坤坤空投员送达。奖品落地后，弑星者的追随者们抢到了1组钻石，这会给他后面的选举增加一份筹码。但是艾斯拿到了4块下界合金锭。沙漠文明这边的奖品有半组钻石矿、16个金苹果、青金石、附魔书和大量的食物。一位沙漠玩家利用他的时运稿让钻石翻了1倍。北极获得了最差的奖励，只有16个钻石矿、3本附魔书和少量的食物铁锭，以及藏在空投里的一份惊喜。就这样，北极的欢乐气氛终于被打破了。下一个阶段就到了选举投票的阶段。北极文明经过层层筛选，一名叫做腰带的玩家当选成了国王。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t believed in me. I will do my absolute best to provide everything that you could wish for. We will win this competition. We will win it, and we will destroy the enemy kingdoms. There is your crown, Shungledore. Yo! 沙漠文明的选举非常有秩序，他们有2位候选人，最终1位玩家获得了更多的投票，他坐在王座上被加冕为了沙漠之王。丛林文明的选举是最为混乱的，一群崇尚军国主义的玩家们偷偷聚集在艾斯周围，想帮他登上王位。 Yeah, I don't want to be rude, but he's just shouting over everything anyone says non-stop, and he's saying the same 6 things. I don't think we can drop them. I can drop them. 这些玩家就是偷了神庙宝藏和杀死奶牛的那群人。最终，艾斯和弑星者2方人马聚在一起，展开了唇枪舌剑。 Look at Izzy right here, bro. Look at the gear in that. Yeah, he's got ear. That's the only thing he has. That's the only thing he has. Y'all are bowing down to him. Y'all are bowing down to him just because he has gear. Okay, so what does he have over me then? If I only have gear over him, what does he have over me? He has leadership. Leadership how? He's told you how to. He's made a farm. Congrats. Is that going to help you fight 30 people? But what else do you have? What else do you have? Tell me. What else do you have? I have much more experience in a fight than him. Much more experience in a fight? If I have the buff, I'm going to have double health. I have the best gear. I'm going to do the most damage. Yeah? If he has it, he's in iron.
How is that better? 艾斯的这番演讲让失心者的追随者们同意了他成为国王。毕竟谁能拒绝一刀999的战力呢？现在国王都已经选出，他们将带领臣民迎接下一个事件——血月事件，会持续5天。怪物出现的数量将会大大增加，每个文明都要保护他们的城镇。但是面对大量的怪物，大多数玩家都躲进了建筑物里。丛林文明的玩家们都在建筑里等待血月结束。但一位与艾斯结盟的玩家以此为契机，他撒谎告诉弑星者被困在了地下。等弑星者来到地下，他发动了突然袭击。 Star Killer just died. How did Star die? How did that guy die? Bug, I think. Lag, maybe. 弑星者就这样结束了他悲凉的一生。丛林玩家们纷纷在公屏上打字纪念他。艾斯意识到这是他完全控制丛林的好机会，是时候改变丛林文明的未来了。他决定发动战争。 Star's gone, unfortunately, so now it's me and Saitama second in command. We're gonna go and prepare to assault Arctic immediately. So we leave now. We're ready to cross the border. The second blood moon's should over. wait until the and blood we assault moon Arctic.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因为他们必须穿过一大片丛林和雪地，才能到达北极文明的城镇。但在之前空投时，各个文明的坐标都出现在了公屏里，所以他们知道北极文明的准确位置。这意味着这次袭击很有可能会取得巨大成功。北极文明这时候趁着血月，还在地下不断的收集着资源。一名叫做超猛将军的玩家还创建了一个巨大的隧道，来作为紧急情况的逃生路线。另一名玩家还在冰屋里做了一个陷阱。丛林文明的战士们到达湖泊的另一边，立即停止了前进，因为艾斯发现只有一半人和他在一起，另外一半玩家违抗国王的命令回到了城镇。艾斯面临着重大决定，现在只有10个人，还要继续发动进攻吗？ Yeah, let's just follow me. Just start following me. We're gonna be here forever. 他还是认为现在是发动袭击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不能错过，所以他决定带领勇士们继续前进。这时，公屏上一位玩家一直发送别去了的消息，艾斯认为他在扰乱军心，决定先回去处决他。他让军队原地待命，独自一人回到了城镇。他回到城镇后又发表了一次演讲，竟然奇迹般的又召集到了9个人追随他。虽然有部分人是被强迫的，但军队的士气还是提高了不少。经过漫长的旅程，他们终于到达了雪原。但是在等待的时间里，一位玩家突然说道：“如果是弑星者，他绝对不会这样，他绝对不会带领我们冒险来到这里。”艾斯听到非常生气，他不允许王国里出现一点点不忠。他告诉大家，弑星者只会让你们在家里等别人打上门，到时候你们只有被屠杀的份。丛林大军集结完毕后，他们穿越冰冷的雪原，开始慢慢接近北极文明。到达之后，艾斯一声令下，侵略开始了。 Oh my god. 北极的巡逻兵很快发现了入侵者，他们惊恐地回到城镇。这时候，超猛将军之前制作的逃生通道起了大作用，他们将入侵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北极文明撤到了堡垒进行防御，但残暴的丛林大军犹如嗜血的饿狼，杀死了几名落后的玩家。北极文明已经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样，丛林战士又解决到了3个人。北极文明很快失去了一半的人口，他们在堡垒的入口重新集结，准备制定作战计划。但是越来越多的丛林战士冲了上来，杀掉了剩下的玩家。一名北极玩家吃下了附魔的金苹果，但是他被丛林玩家吓坏了，甚至都没有反击，转身就逃跑。最后，北极国王也被杀掉。沙漠文明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发展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在公屏上看见北极文明的玩家被一个个消灭，认为是北极文明内战导致的。因为这段时间丛林玩家的人口一个都没有减少，沙漠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将成为丛林玩家的下一个目标。在成功入侵北极后，丛林大军重新集结，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居然没有损失一兵一卒，而北极文明的玩家则从21名减少到了5名。原本对艾斯做法感到不满的玩家，现在也表示心服口服。这时，幸存的超猛将军在逃跑的路上遇见了一名落单的丛林玩家，他二话没说冲上去就解决掉了他。这一名丛林玩家的牺牲，才给沙漠文明敲响了警钟。原来这是一场战斗。沙漠文明在公屏上给出了坐标，让北极文明的幸存者去投靠他们。于是5名幸存者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沙漠。丛林文明的这次成功入侵，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装备。但现在让人头疼的是，由于5名北极玩家加入了沙漠文明，让沙漠文明在人口上完全碾压了丛林，所以艾斯决定还是先发制人。丛林大军立即向沙漠文明进攻，不久后他们就到达了沙漠王国。Is it over here? Over here, go. 这时候他们又制定了完美的作战计划，由艾斯带领一部分军队投入正面战场，而另外一部分丛林战士则去了沙漠文明的总部，给留在总部里的玩家杀了个措手不及。沙漠文明很快牺牲了5名玩家。沙漠文明出现了慌乱，战斗开始白热化。面对强大的艾斯，沙漠玩家们决定先干掉其他最弱的玩家。而艾斯这边遇到了那个被复活的木乃伊，他有着超强的防御，让艾斯手足无措，他只有转身逃跑。 Why is he a zombie? What? 他在前面遇见了自己的队友舒皮，寻求帮助。
但他不知道这名队友是之前弑星者的追随者，而且已经背叛了丛林。他把艾斯带到地下，告诉他那里很安全。但当艾斯一进入地下，就被埋伏在这里的沙漠之王击杀了。失去了作用的叛徒书皮也立即被沙漠王加入了死亡名单。剩下的丛林玩家也在一个矿井里遭遇到了埋伏，最后一名丛林玩家也被抓住，带到金字塔里被木乃伊处决。